俄乌第三轮谈判，普京坚持停战条件，38分钟和谈希望破灭。川普再次援助乌克兰，3.3亿美元均被运往乌克兰，事情真相究竟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俄乌谈判见面30分钟就谈崩，俄罗斯代表当场表态，普京不是泽连斯基想见就能见的。根据俄官媒塔斯社的说法，谈判于莫斯科时间晚上8点38开始，并于9点16发布了谈判通报，中间相隔仅38分钟。相比于前2轮谈判，本轮谈判的时间明显缩短。5月份的谈判持续约2个小时，6月份的谈判也有1个多小时。说白了，除了交换战俘的问题，双方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两边都是各说各话，直接谈崩。从会谈后两国代表团团长的表态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俄方代表团梅金斯基在记者会上表示，双方确认第2轮谈判达成的人道主义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完毕，双方完成第2轮战俘交换。俄方提议组建3个线上工作组，开展接下来的谈判。乌方同意考虑相关提议，要建线上工作组。显然双方都不想在线下再这么浪费时间了，未来交换战俘的事宜在线上谈就够了。俄方提议双方再交换1200名战俘，俄方愿向乌方移交3天距乌军阵亡人员遗体。同时，两国前线重伤和患病人员的交换机制将继续进行。俄方承诺优先归还被俘超过3年的重伤者和年轻人。在梅金斯基的通报中，只有2点算是有些新意。一是俄方建议乌克兰宣布24至48小时的短期停火，以便撤离伤员及收敛阵亡士兵遗体。之前特朗普曾威胁，若俄罗斯无法在50天内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就将对俄罗斯加征严厉的关税和刺激关税。而现在俄方的态度就是，别说和平协议了，停火都不可能。如果乌克兰自己宣布停火的话，那么俄罗斯或许会同意一起停火1到2天。二是谈及俄乌领导人会晤的可能性时，梅金斯基说了这么一段话：领导人会晤的目的不应是讨论协议，而是要签署协议，给一切画上句号。如果会晤只为从头重新讨论所有内容，那毫无意义。考虑到俄乌距离达成协议仍然遥遥无期的现实，梅金斯基这句话基本上相当于否定了普京与泽连斯基在短期内举行会晤的可能。俄方的意思很简单，想要见到普京，泽连斯基必须答应俄方的所有条件，包括但不仅限于乌军全面撤出乌东4地，承诺放弃加入北约，以及承认俄占领土等等。另一边，乌方代表团团长、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乌梅罗夫表示，乌方提议在8月底举行一次领导人会议，并强调，若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能够参加这场会议的含金量无疑将会很高。不难看出，乌方是希望借助国际舆论的压力来推动整个谈判进程。泽连斯基则在当天的晚间视频讲话中指出，俄乌在土耳其的谈判是领导人会晤的预备阶段，其优先事项是两国最高层见面做准备。乌方寻求全面无条件的停火，这是展开有效外交的基础。可以说，俄乌双方之间分歧不是一般的大，俄方短暂停火的提议被拒绝，乌方领导人会晤的提议也被否定。从本轮谈判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基本上是不可能在接下来的40天内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了。普京政府似乎已经做好了美国加强制裁的准备。纵观俄乌这3轮谈判，双方能够达成共识的点是越来越少，谈来谈去就那么些事儿。第1轮谈判时，特朗普还特别兴奋，在社交媒体上连发好几条贴文，说什么如果普京参加谈判，我也会去土耳其之类的话。但结果现在，特朗普已经对第3轮谈判完全不感兴趣了，一点动静也没有。其实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俄方之所以愿意参与5月份的第1轮谈判，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特朗普的压力。当时几个欧洲大国拉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开了一场会议，会议上各方达成一致，若俄乌无法在30天内实现停火，就会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就在这场会议结束5天后，俄乌在土耳其举行了第1轮谈判，并且过程也极为坎坷。两国代表团到达后的第1天，双方由于各种分歧，硬是没能碰面，直到第2天下午，双方才同意开始谈判。而在第2轮和本轮谈判开始前，双方更是大打出手，互相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蛛网行动就是在6月2号第2轮谈判前发动的。本周一，乌军派出超过100架无人机，对莫斯科多个重要目标发动袭击，强扭的瓜不甜。俄乌本身就没有达成共识的基础，那么这种出于压力才举行的谈判，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结果。7月23号晚，特朗普政府再次批准了2笔对乌克兰的军售，包括价值 1.72 亿美元的霍克3防空系统，以及相关支持和价值 1.5 亿美元的美制装甲车辆，
以及维护修理服务，诸如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 M109 自行榴弹炮，看到有些自媒体将此称之为特朗普的首次对乌军售，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第一次。此前特朗普就批准了向乌克兰出售了一批包括机身在内的 F-16战斗机零备件。此外，还有消息称这是特朗普的首次对乌军援，理由是 BAE 系统公司获得的关于检修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将其恢复到全面战备状态的合同，该合同价值900万美元，并且由2025财年的 USAI 支付。很快该消息就被澄清，这并不是军事援助，而是需要付钱的军售。特朗普对核乌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但还没有到免费援助乌克兰的地步。霍克防空系统、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 M109 自行榴弹炮对乌克兰军队来说十分重要，甚至要比澳大利亚刚刚交付的49辆埃布拉姆斯更加重要。但乌克兰最需要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远程导弹暂时不会交付。民进周刊报道称，特朗普提议欧洲将自己拥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交给乌克兰，然后从美国购买新的爱国者填补空白。但问题是，雷神公司最早要到明年春季才能交付第一批替换爱国者，这意味着即便德国已经成为爱国者交付排行榜的首位客户，也要到明年春季才能收到新的爱国者，除非德国愿意冒着出现严重防空空白的风险，否则乌克兰也要到明年春季才能从德国获得承诺的爱国者。至于远程导弹，确切说是 ATACMS 战术弹道导弹，不要说出售，甚至连拜登政府已经批准的援助都没有交付。自特朗普就任以来，乌克兰就再也没有收到新的 ATACSM 导弹。即便是乐观估计，乌克兰军队现在也仅有20枚 ATACMS。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看到乌军发射这种导弹的公开报道，这也是乌加速国产弹道导弹计划的主要原因。公开报道显示，除了超过2000枚 ATACMS 导弹外，美国还有超过1.1万枚射程比 ATACMS 更远的各类对地攻击导弹。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 ATACMS 并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而是会帮助乌克兰更有力地打击俄罗斯军事目标。但特朗普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新的 ATACMS， 不管是军售还是拜登政府已批准的军事援助。简单来说在7月14号美国独立日当天，特朗普宣布美国已经与北约就向乌克兰供应武器达成了协议，美国愿意向乌克兰出售美制武器，但由乌克兰以及除美国之外的北约成员国买单。特朗普意识到克宫根本不愿接受他的和平计划，不尊重他时，但不管怎么说，相比之前拒绝向乌克兰出售武器，甚至多次暂停军援交付来说，特朗普的态度都发生了有利于乌克兰的变化。问题在于，如果克宫表现出善意，表明尊重他的话，特朗普是否会改变目前的态度？考虑的是那些看得见的利益，还是那些长远的战略利益，比如确保美国在西方的领导地位？好了，事情就到这儿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